这个魔术师要求妻子对自己开枪，并声称可以毫发无伤地接住子弹。妻子害怕地撇过枪，可他却直接伸手去接，结果那颗子弹真的被马特抓了下来。原来这种老式的手枪都需要用到推弹杆，只需要在推弹杆的一头装上磁铁，就能在装弹时悄无声息地拿出子弹。所以刚才妻子开的根本就是一发空枪。得到妻子的同意，马特准备将这刺激的魔术搬上舞台，但他随机抽选一名现场观众后瞬间傻眼，面前的家伙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伪装的。结果下一秒，好在助手铺开手枪才让马特幸免于难，但他却失去了魔术师最重要的2根手指。这下剧院的竞争对手没了，阿郎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台，他将表演自己的成名魔术，就是随机挑选2个观众，和他们一起按压鸟笼让里面的鸽子消失。但其实魔术的秘诀是，他早就穿上了一件特制的衣服，只需要用力按压，鸟笼就会收缩进袖子，再用一根细长的绳子绑住鸽子脚，鸽子就能完好无伤地再次出现在他手上。可到了正式表演时，他忽然注意到上来的观众竟然少了2根手指，原来这个家伙是马特假扮的。这一下不仅鸽子死了，另外一名无辜观众的手也受伤，阿郎当晚就被赶出了剧院。这一下2个人的梁子结得更深了。为了报仇，阿郎再次乔装打扮来到马特的酒馆，势必要当场拆了他的台。只见马特将手中的皮球丢给观众，签上了字，然后为大家展示了台上的2扇门，里面全都空空如也。紧接着神奇的一幕发生，马特竟然瞬间穿越了，这一幕把魔术天才阿郎都给看呆了，连他都看不出这魔术到底是怎么变的。道具师老白认为马特一定是用了替身，可阿郎表示绝对不可能，因为马特再次出现时手指也是断了2根，这可是替身没办法复制的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际，高智商的老白灵机一动，用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就将马特的魔术做了一个颠覆性的升级。在阿郎的新舞台上，木门后的箱子被取消，舞台上只剩下了2扇空荡荡的木门。只见阿郎将帽子扔向高空，结果进门后他从另外一边出现，接住了帽子。观众们都以为他用了什么魔法，可实际上阿兰只是用了一招极其简单的障眼法。舞台的地板下面有一个活木板，阿兰进门时用力一踩，就可以顺利的来到舞台底部。不过底下的坐垫可绝不能少。等阿郎进入底部后，另外一边的替身就从木板底下通过升降机钻出，只要接住帽子，这神奇的魔术就能顺利完成。但面对观众热烈的掌声，阿郎只能默默的在阴暗的木板底下感受，所有风光都被台上的替身给抢走了。阿郎要求和替身换一下位置，可老白坚决不同意。魔术最重要的是开始前的氛围营造和表演，那个只会醉酒的替身只是和阿郎长得像，他一定没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表演。面对这样的状况，阿郎难以接受，他也想像自己的竞争对手马特一样，不用替身也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瞬移。为了得到瞬移魔术背后的秘密，阿郎竟然对自己的女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I need you to go and work for him. 虽然有点错愕，但深爱他的女友还是乖乖照做。凭借出色的容貌，他成功混到了马特身边。然而高智商的马特其实早就意识到，这个女人是阿郎派来的卧底。这天阿郎和往常一样在表演瞬移术，而当他扔出帽子跳入活木板时，底下的垫子竟然被人抽走了。只见马特在另外一边出现，颇具嘲讽意味的上台表演了一番。原来阿郎的替身早就被他吊在了半空之中。 Too much magic for my stage at the Pantages across the streets. 就这样，马特反过来抢走了阿郎所有的观众，阿郎的右腿也从此变瘸，再也没办法表演瞬移术了。但还好女友带回了一个好消息，她偷到了马特的日记，里面记录了马特所有的魔术秘籍，但唯独只有瞬移术的秘籍，马特只写了3个字：特斯拉。阿郎意识到，马特这家伙一定是找电力大师特斯拉发明了某种机器，才能够成功完成瞬移之术。于是他不远万里来到奥地利，终于见到了特斯拉本人。他要花费全身家当打造一台更强的设备。1年之后，阿郎带着他的全新魔术回到了城里，只见他走进电闪雷鸣的机器中，结果高压电将他当场电成粉碎，消失不见。3秒后，他又完好无伤的从投资人背后出现。这神奇的瞬移术让他目瞪口呆，当即就同意让阿郎登上城里最大的剧院。结果阿郎的表演一举成名，每晚的演出观众都是爆满，而他的竞争对手马特每次也会来观摩表演，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搞不懂阿郎是怎么花了1秒钟就从舞台的一边穿越到了几十米开外的观众席上。难道说他真的会魔法？经过1个月的观察，马特发现了2个疑点。第一个疑点就是阿郎的道具师是一个盲人，第二个疑点就是他每次表演完都要从舞台底下将一个神秘箱子运走，看来秘密就藏在他的舞台底下。马特乔装打扮，在阿郎表演时悄悄潜入了舞台下面，可这里只摆着一个巨大的水箱。突然，舞台顶上的阿郎从活木板中掉落进水里，马特终于明白他是怎么消失的。可水里的阿郎不停挣扎，像是被水困住了不能呼吸。见情况不妙，马特连忙拿起斧头，不停地砸向
向水箱，然而高精度的玻璃根本就砸不开，阿郎就这样眼睁睁的死在了他的面前。事后，马特因杀人罪而被判入狱，因为水箱作为魔术道具，本来可以让阿郎成功逃脱。老白认为这是同为魔术师的马特将他上了锁，马特被判了死刑。但临死前，一个神秘的伯爵传信说要买他的瞬移魔术秘诀，为了让女儿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他同意了面见伯爵。然而当伯爵出现在他眼前时，马特整个人呆住。这个家伙分明正是阿郎。拿到马特的秘籍，他看也没看就撕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早就已经不重要。原来当时阿郎找到特斯拉研发的机器并没有成功，经过机器的电击，阿郎并没有成功瞬移到另外一台机器上，而是复制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。阿郎吓得连忙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复制体，但随后他马上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如何用这台半残次品的机器表演瞬移术。每晚他都会视死如归的走向机器，然后通过活木板将自己掉进底下的水箱里，成功淹死了自己。阿郎的复制体就可以代替他自己，完成他剩余的人生。毕竟一个世界上不允许存在两个阿郎，所以每进行一次这个表演，阿郎都会死一次。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要请一个瞎子来当自己的道具师。现在的阿郎也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自己，而是复制了无数次的复制体。他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向马特复仇，所以在马特目睹了自己掉进水里的样子后，新复制出的阿郎便故意不现身，成功把马特栽赃成了杀人犯，让他受到了绞刑。马特死后，阿郎的大仇终于得报，他回到舞台底下，准备销毁这台可怕的机器，可突然地上弹过来一个皮球。等开枪的神秘人摘下帽子，露出的脸竟然是马特。阿郎瞬间惊呆，原来马特当年完成瞬移魔术的秘诀其实就是使用了替身，但替身的身份非常特殊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。哥哥一直伪装成马特的道具师，潜藏在他的身边。阿郎之所以分辨不出他们，是因为哥哥和马特共享同一个人生，没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互换身份，甚至为了保持两人的特征相同，当马特的手指被射断时，哥哥也要同时切断自己的那2根手指。在哥哥的解释中，阿郎也在死前瞑目。作为一个顶尖的魔术师，马特和哥哥做出的最大牺牲就是放弃了各自一半的人生。可当哥哥回头看到水箱里满是阿郎的尸体时，才意识到他付出的是自己的全部所有。